16世纪的英格兰，历史的洪流裹挟着无数人的命运。托马斯·克伦威尔这位从铁匠之子逆袭为权臣的人物，正是这场权力游戏中的核心玩家。他的故事如同一场精心编织的戏剧，充满了权谋、背叛与悲剧。克伦威尔的崛起始于亨利八世的离婚风波。亨利八世这位渴望男性继承人的国王，为了与只生育一个女儿的凯瑟琳王后离婚，不惜与罗马教廷决裂。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失败，为他身边的随从克伦威尔提供了上位的契机。克伦威尔巧妙地帮助亨利起草了至尊法案，使国王自封为英国教宗，彻底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这一举动不仅让亨利如愿以偿地离婚再娶，也让克伦威尔一跃成为宫廷中的权臣。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克伦威尔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安妮·柏林曾让亨利八世神魂颠倒，最终也步了他前任凯瑟琳的后尘。安妮·柏林性格乖张轻浮，加之只生了一个女儿，很快便失去了亨利的宠爱。亨利看上了他的侍女简西摩，而克伦威尔尽管曾对简有一丝情愫，却也只能再次为国王的愿望奔波。最终，安妮以通奸和叛国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处决的王后。前脚一纸判决让安妮身首异处，后脚亨利八世就带着新王后简西摩步入了婚礼教堂。大家好，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给大家带来《狼厅》第2季烬与光的故事。克伦威尔看完了处决，把前王后已身首异处的消息带回了宫殿。已经成为国王侍从的养子拉夫认为安妮罪不至死。克伦威尔向养子坦言，这个结果是万般无奈下的自保之举。回到家里，克伦威尔独坐沉思，内心中与老上司沃尔西主教如其在世一般闲聊。他告诉沃尔西主教，国王又一次结婚了。老头认为国王用婚姻来解决问题，总比用战争强。此时，窗外匆匆走来一个信使，此人曾是克伦威尔的死对头加德纳的随从，名叫赖斯利。克伦威尔觉得留一个宿敌的旧部在身边可以让自己警醒。赖斯利送来了一封亨利八世的长女玛丽公主的书信。玛丽因拒绝承认至尊法案被剥夺了公主头衔并软禁起来。她写给克伦威尔的这封信明显被拆过。赖斯利别有用心地询问要怎么办。克伦威尔表示就当没收过信，但其实克伦威尔清楚，玛丽公主这件事儿迟早要解决。这个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可怜女孩让人心生怜悯。国王的议事厅里挤满了大臣贵族。波尔加的吉弗里示意想与克伦威尔私聊，被克伦威尔拒绝了。他径直走向刚刚度过新婚夜的国王亨利。亨利开心地感叹新婚夜的美妙，不吝赞扬克伦威尔在处理前妻安妮·柏林这件事情上的果断决绝。然后他宣布让克伦威尔顶替前王后父亲的长喜大臣位置。接着，国王提起了长女玛丽，他依然无法原谅这个反对至尊法案的女儿。克伦威尔马上应承下说服玛丽公主宣誓的工作。随后，克伦威尔来见了新王后简西摩，两人都有些拘促。简西摩还不适应这突然之间的地位转换。在克伦威尔行文手礼时，王后的手抚过他的毛领，近在咫尺，似乎是对曾经两人从未揭穿的情愫画上句号。在克伦威尔的引领下，王后来到了前厅，穿过行礼的人群，投入了亨利八世迎接的双臂。就当众人为国王王后热吻鼓掌时，克伦威尔却落寞地失了神。离开前厅，克伦威尔安排拉夫和赖斯利一道去见玛丽公主。话刚说完，波尔加的杰弗里就主动跑来要求谈谈。克伦威尔对此人很不客气，推开他径直离去。处理此事，首先要找到玛丽公主信任的人，这个人就是西班牙大使查普伊斯。晚餐桌上，两人聊起了玛丽公主。大使认为一切的结症都在国王亨利，建议克伦威尔劝导亨利向教廷认错，并废除至尊法。这个提议在克伦威尔眼里简直幼稚可笑。亨利八世绝对不会向罗马教廷低头，要改变这个事实，还不如直接祈求时光倒流。克伦威尔告诉大使，国王处死了安妮·柏林，并不代表他回心转意。玛丽想要回到宫殿拿回继承权，就只能服从国王。要坚持对抗，可以参考
老费尔西斯和托马斯·莫尔之死。大使认为国王不可能向女儿下手，但他似乎想起了安妮·博林。确实，国王对忤逆自己的人毫不留情。眼前的克伦威尔虽然现在深得亨利八世的器重，但除了这份器重之外，他没有任何可以依仗的家族和势力，一切荣辱都在国王的喜怒之间，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克伦威尔何尝不知道呢？但作为一个草根出身的职业政客，他并没有其他选择。克伦威尔决定做一个忠诚而能干的仆人，就像对待老东家沃尔西一样。因此，他每天都会总结国王的好恶，认真记录着亨利八世的行为习惯。去见玛丽公主的赖斯利和拉夫回来了。赖斯利认为公主傲慢又固执，她绝对不会向国王妥协。拉夫则觉得公主更像是骑虎难下。他提到想见克伦威尔本人。拉夫判断公主希望得到克伦威尔的建议。另外，国王收到一封来自罗马的信，这封出自波尔加的雷金纳德的信让国王雷霆震怒。果然，国王一见到克伦威尔就压抑着愤怒地说，这个表亲一边花着自己的钱，一边写书骂自己搜刮民脂民膏，还威胁自己要是不去向罗马教廷负荆请罪，那么他将说服西班牙出兵讨伐自己，甚至还要煽动国民推翻自己的统治。而玛丽也卷入此事，因为波尔加想促成这家伙与玛丽的婚事，这让亨利对女儿起了杀心。克伦威尔觉得玛丽这个年轻女孩并没有那么深的谋划，她只是被周围人操控罢了。亨利八世不信，他安排克伦威尔去搜集玛丽与波尔加来往的书信，同时要求克伦威尔想方设法把这个表亲从国外骗回来，自己要亲自收拾他。接到任务后，克伦威尔马上安排赖斯利带人去搜查玛丽的住处，并特别嘱咐要赖斯利发现任何重要的信件一律上缴自己，然后警告他别偷偷地拿去给老东家加德纳。赖斯利听完了，脸色发白。一帮人把房间里翻了个底朝天，很快就找到了玛丽与波尔加的书信。玛丽看着自己的私人信件被人当面翻看，顿时情绪失控。克伦威尔亲自来到波尔家，老波尔夫人傲慢的还在为儿子隐瞒，而且声称扳倒安妮·博林这件事儿，波尔家也出了力。想必克伦威尔不会那么快就过河拆桥吧？克伦威尔直接告诉老波尔夫人，他的儿子的种种行为已经够得上叛国罪了，无需经过审判，自己现在就能没收波尔家的所有财产。所以现在波尔家只有一个选择，写封信交给西班牙大使带给玛丽，信中让玛丽服从国王父亲，以此来间接证明波尔加对国王的忠诚。这边，克伦威尔通过向波尔加施压来拯救玛丽。另一边，愤怒的亨利八世已经完全把波尔加的叛国行为都责怪在女儿玛丽身上。他在上议院会议上明确表示，谁再为玛丽说好话，就当叛国罪论处。而且他现在需要一条法律把玛丽处死。话音刚落，费兹威廉就开口让国王三思，刚刚砍了妻子，又要砍女儿，这妥妥的一个暴君啊！这一表态气得国王直接让他滚蛋。老头也硬气，站起来就要走，想了想又折回来继续怒斥国王。克伦威尔赶紧起身，剥去老头身上的身份饰品，把老头赶出了房间。国王认为克伦威尔这么做其实是想保护老头，于是索性就把处理玛丽的事儿丢给了克伦威尔。大家都恐惧地看着克伦威尔，这里外不讨好的棘手麻烦，搞不好就把自己也搭进去的事儿，让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克伦威尔再次邀请西班牙大使晚餐，雷声大作，闪电不断的天空中，犹如国王愤怒的暴雨即将倾盆泻下。就算西班牙皇室的军舰也没有办法拯救危局之中的玛丽。怎样才能令玛丽回心转意，向国王父亲服软，成了最关键的一步。现在玛丽已经收到波尔加的信，大使告诉克伦威尔，玛丽还在犹豫，她似乎向已故的母亲承诺过什么，所以才会不惜送命的也要违抗亨利。窗外的雷声让大使感到紧张，这正是克伦威尔想要的压力。他给大使看了玛丽把他称为挚友的信，由此获得大使的信任。然后他请大使告诉玛丽，教皇会宽恕他违背对母亲的誓言，因为那是保命之举。如果安妮·博林还活着，他完全没有机会，而现在是拿回身份的唯一机会。但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如果玛丽有希望过重新拿回公主身份，并有机会分享权力的话，那现在就是时候。
否则就不要再联系自己了。然后他告诉大使，玛丽可以什么都不做，只需要在自己起草好的一份宣誓效忠的书信上签字即可。这封信会被交到他的国王父亲手里，之后他还可以保留否认的借口。这几乎是仁至义尽了，大使也无话可说。面见玛丽一行有3人，萨福克公爵、诺福克公爵还有克伦威尔。诺福克公爵一进门就脾气连天，女管家告诉克伦威尔，诺福克公爵曾经威胁要揍玛丽，还扯烂了一块价值不菲的挂毯。以前是因为他侄女安娜·柏林成功上位后的炫耀，现在是不愿意看到玛丽翻身重新成为公主。很快玛丽见到了3人，当场就毫不留情地质问诺福克公爵以往的僭越，然后把2位公爵轰了出去，单独留下了克伦威尔。玛丽告诉克伦威尔，大使已经转达了他的意思。克伦威尔为了达成这件事儿，命都不要了，其他人都只是想胁迫利用自己。克伦威尔告诉玛丽，向国王妥协并不可耻，妥协不是软弱，妥协恰恰能酝酿出更强大的力量。说完就把起草好的信交给了玛丽签字。为了顺利完成，他希望玛丽不要读信的内容。玛丽稍作犹豫后，孤注一掷地签下了名字。签完字，克伦威尔马上卷起了信纸，玛丽也如释重负地站了起来，扔掉头巾，看着窗外感叹，如果能骑一次马，她愿意做任何事。克伦威尔爽快地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玛丽，并告诉她，等她回到宫里，想要什么都可以。国王曾经亲口对自己说过，想送给女儿一些礼物。这一席话让这个失去父母之爱、被独自囚禁的女孩瞬间情绪失控，多年来的倔强化为满腔的委屈。她扑到克伦威尔的怀里，失声痛哭。女管家匆匆进来阻止玛丽继续失态，克伦威尔顺势告辞离开。诺福克公爵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份由玛丽亲自签名的认错书，上面不仅承认了至尊法案，还承认母亲与父亲的婚姻无效。他质问克伦威尔向玛丽许诺了什么才让他签的字。克伦威尔淡淡地说，仅仅是承诺了父爱。玛丽公主终于回宫了，她换了一身艳丽的裙子，对克伦威尔表现得尤为亲切。她终于见到了父亲亨利，亨利狠狠地拥抱了她。后妈简西摩摘下戒指相送，玛丽祝福父亲早得贵子，也向简西摩表达了对母亲般的尊重和顺从。这温馨的家庭团聚让国王开心至极，他当场宣布要嘉奖克伦威尔以及克伦威尔的整个家族。这对克伦威尔来说真是极大的荣耀。克伦威尔得意地对亲近的手下和儿子们提起自己曾经答应过玛丽的母亲照顾她的女儿，这令大家吃惊不已。春风得意的克伦威尔坦言，老对头加德纳曾说自己是主人的狗，这个评价没有错。克伦威尔承认自己就是只主人的忠犬，忠心并且赤诚地为主人完成每一个任务。好的，本集的主要内容就讲到这儿。本集里，克伦威尔巧妙地化解了亨利八世和玛丽公主的政治危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雷金纳德·波尔，他被亨利八世称为表亲，是因为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波尔是克拉劳伦公爵乔治金雀花的女儿，这使得波尔家族与英国王室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波尔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前往意大利深造，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他最初是亨利八世的支持者，但随着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并开始推行宗教改革，波尔就逐渐成为国王的反对者。1536年，亨利八世要求波尔支持他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并承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这被波尔拒绝了。波尔还开始批评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这激怒了亨利八世，导致波尔的母亲玛格丽特·波尔被亨利八世以叛国罪处决，而波尔本人则被迫流亡欧洲大陆。直到1553年玛丽一世继位后，波尔才得以回到英格兰，并成为玛丽一世恢复天主教的重要助手，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之一。但玛丽仅仅在位5年便去世了。随后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继位，英格兰再次转为新教，波尔也在同一年去世。权力的巅峰从来都不是绝对安全的居所。亨利八世的暴躁多疑，玛丽公主的倔强和妥协，克伦威尔的忠诚和野心，在这一幅历史画卷中得以呈现。好的，
本集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